好，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现在以巴战争的最新战况哦。从画面上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整体来说，整个以色列哦准备要打进加萨走廊。那加萨这一边呢，已经有这个地道在等着他了，因为我们看到哈马斯这边啊，他们有准备这个就常年下来啊，这样子的地道大概有500公里哦，所以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地道图哦，大概深度是10到20公尺哦。然后人呢，如果你超过170公分的话，你进去可能是要弯着腰，就像这样子的画面哦。这个士兵哦，他可能就是稍微微弯着膝盖，这样才能够在这个地道当中来行走。所以整体的这个地道来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外国媒体的图片已经画得非常的明显了，就是说现在整体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地道在里面盘根错节哦。这张图可能更加明显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北加萨，为什么以色列选这个地方来进攻哦，就是因为这边加萨市的底下有非常盘根错节的这种地道哦。那现在为了要因应巷战，哈马斯已经把3万主力部队哦都已经移往这些地道当中了。然后另外一个地道密集的地区就是在南加萨，那它是南北连通的哦，所以也有人在讲说，如果他要攻进这个地道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很有可能就是哈马斯就可以借由地道往南先躲起来，然后等到你进去之后，他再反攻回来。所以这样子要歼灭，就是以色列现在宣称要歼灭哈马斯，可能不见得那么简单哦。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的坦克也已经陆续的进入到加萨。那从美国的卫星的影像看出来，这密密麻麻的400辆车哦，是在加萨旁边这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接近加萨的地方，已经部署好了400辆车，包含了坦克，包含了装甲，就是这边可能接下来就是要进去加萨地区了。那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一个最新的画面哦，就是这个哈马斯发动海上的突袭，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好，画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哦，这哈马斯这个想要从海线上面渗透突袭哦，然后这段画面是由以色列的国防军所公开的画面，他们是说这个哈马斯试图从海上对以色列来发动突袭，当敌军进行扫射并且投掷手榴弹的时候，以色列的第916巡逻中队哦，就驾着毒蜂级的飞弹快艇摧毁了哈马斯的快艇，而艇上的人员就落入地中海。然后呢，还想要游到这个以色列的海岸哦。然后这段画面是由以色列公布出来。那现在是不是要进行到倒数要总攻的阶段呢？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以巴战争的第10天，哈马斯也首次公开了人质的影片哦。以色列的21岁的女子，她讲说，我在这边是有得到照顾啊，哈马斯有给我一些药物，但是我希望我能够赶紧回家，回到我的家人身边，尽快带我离开这里。那哈马斯下属的一些这个武装派哦，也已经在这1-2天向特拉维夫跟耶路撒冷发射了100多枚的火箭弹，也就是说，现在双方还是持续在激烈交火当中。那根据巴勒斯坦媒体讲说，以色列也对加萨地方发动了本轮冲突以来最猛烈的轰炸哦。他们讲说，在这个加萨东部的区域进行了8个小时的持续轰炸，那连这个最新的武器都提前上场了，这个是叫做铁树哦。铁树它其实是用雷射防空的武器哦，所以它的成本来说是比起铁穹来得更低，而且它这个发射的速度是更加的快速。那原本还在实验阶段啦，但是现在是提前上场，据说威力比起铁穹来得更强。而且根据 NBC 的报道说，以色列的官员现在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地狱火飞弹哦。地狱火飞弹是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边还会跑出刀子过来。旁边有刀子会这样子喷射出来，所以说是一种地狱火，非常有杀伤力的这样的一个飞弹，说要针对加沙地区的攻击。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大家也很瞩目，因为不只是以巴现在战得非常的激烈，现在连美国跟伊朗甚至中东都准备要参战了吗？我们看到美国派了4000名的海军跟陆战队要前往以色列，这里面包含了是可能原本部署在中东的2000名海军，还有2000名也是美国他们称为快速部队的
陆战队也要前往到这边，所以会有4000名的海军。他们说，先是以防卫为主，并不会主动的参战。那再来，我们看看，伊朗现在因为狂轰，以色列狂轰加萨，所以伊朗就说可能要启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哦。伊朗的外长就讲说，以军因为不断在轰炸，所以在未来的几个小时，相关的区域，亲伊朗的组织预计将会对以色列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行动。那政治解决以巴冲突的时间正在耗尽，但是呢，我们看纳坦雅胡也是一直非常强硬哦，他现在是警告伊朗跟真主党不要在北方考验我们，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有任何动作，也会予以还击。所以现在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哦，还在进行一些这种你来我往的这种轰炸哦，所以看起来这个战线从多路展开，从这边。然后还有包含了伊朗这边可能会有一线，然后加上加萨这边，所以美国如果从这一边加入的话，真的这个中东的战事看起来会不断的在扩大，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聚焦现在中东的最新情况。那再来我们看看拜登也宣布了18号星期三，准备要来访问以色列哦。那他也是有象征性说，美国是挺这个盟友的。也对相关的区域以及其他国家发出一些警告。布林肯也提到了，就说拜登有强调以色列有权利跟义务保护自己，来避免哈马斯的侵害。那除了他去到这个以色列之外，其实拜登也会跟巴勒斯坦的领袖碰面。科比有提到，他说这一次的造访哦，他除了会去这个以色列之外，还会包含约旦、埃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巴勒斯坦，也就是说周边的几个国家，他都会进行一些相关的会面。那米勒有说，这个国务卿跟纳坦雅胡在战时内阁会晤期间其实指的就是布林肯啊，跟这个纳坦雅胡见面的时候，当时空袭警报还响起所以他们还到地下的避难所避难了大概5分钟左右。而叶伦呢也声称，因为现在国际上面在质疑说，美国你有办法同时支持以色列跟乌克兰吗？叶伦说，美国的财政现在状况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呢，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讲大标题底下的小标题立刻说，现在白宫在寻求国会拨款来援助这2个国家，但问题就是众议院的议长还没选出来啊，所以现在难以解决拨款的问题啊。有能力，但是现在动不了，也是一大问题哦。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首先呢，我讲美国，你去介入，对，约旦是会接受你的这个协商。但是你能给这个巴勒斯坦那个法他组织，你有什么承诺呢？因为这个哈马斯跟加沙走廊的人跟巴勒斯坦是同样的人，但是是2个控制的团体。那你今天你能给巴勒斯坦什么东西？这边给加沙这边搞。对了，埃及也会怕你美国了，不敢什么动手。唯一不能掌握的是伊朗，但是我觉得伊朗也鞭长莫及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你搞加沙走廊，是不是又要引起全世界的第2个阶段的恐怖主义？这些国家搞不过你，它是不是有恐怖分子产生？因为这种战争的温床，贫穷的温床就是产生恐怖主义。美国最近才检讨它的军事装备，要从前面的20年打反恐的发展的武器，要回归到正规作战。如果这次以巴的问题造成所有回家国家，他也不跟你正面开仗，他就派这个恐怖分子，尤其从乌克兰流出来很多美式的装备刺针飞弹什么飞弹都有随便在你哪个国家里面，机场给你搞掉1、2架客机，死伤也是200-300人，这个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而且是见不到能够很快清剿的战争。就像现在打的加沙走廊，哈马斯很清楚以色列3种部队嘛，一种是拿推土机、拿重型坦克，从城镇里面打，空军把你所有建筑会炸死、炸伤嘛。最后唯一对付地道的就是雁楚部队但是雁楚部队对我们在看越战的时候、韩战的时候，你要清除坑道的敌人是非常漫长的奋斗，因为在那里没有飞机大炮帮你。雁楚部队只能带了少数的特种装备、侦察装备，
进入坑道面对面，那个就是1对1。所以那个战争打起来时间很长，伤亡也不少。所以哈马斯铁了心了嘛，我全部钻到地底下，你慢慢来搞吧。那以色列就是说我把上面东西给你炸光，将来你这些人回来，加沙以北的地方不适宜人居，我慢慢清你的地道。就双方的算盘就是这样打。所以你要讲这个战争能不能很快结束，我认为不会结束，但是恐怖主义会再度升起。好，我们来问介老师。现在中东局势事实上就一触即发，因为事实上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些讯息的传输影像传输透过这个所谓的网络系统是非常快的，所以阿拉伯世界现在大家都看到，现在在这个加沙走廊他们的同胞这个同样是阿拉伯族裔的受到的这种所谓的现代化的这种种族灭绝，因为这个种族灭绝的话，事实上他们是无差别攻击就是种族灭绝，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从以色列的这个在24小时内，你这些人都给我迁走，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对，那种族就不存在了。你这个种族现在事实上，我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是已经100万人移出了这个以色列的，可见那个恐惧程度多大。因为现在瓦砾堆里面到底死多少人不知道，那整个加沙北部都是一片尸臭。然后呢，所以剩下的20万人大概是走不掉了就准备接受这些酷刑伺候吧。现在加沙走廊没水没电没吃的没有药品，然后呢没有汽油，那每天就是24小时的疲劳轰炸。那这种精神上他不崩溃的话，那就是超人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惨状现在事实上阿拉伯世界来讲的话就是气愤填膺所以这场战争看来是可能是无法避免了。而且这个阿拉法特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来讲的话，事实上他这场战争是跟他自己的位置有关系对，因为60%以上的以色列的老百姓认为他该下台了。对，可是现在战争的话，他就可以延长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他有立一些军功的话，他搞不好反败为胜。所以这场战争对这个内塔尼亚胡来讲是绝对要运用的一个好的机会，而且从以色列这个漫长的建国史来的话，这也是一个把这个整个加沙走廊清空，这个他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个巴勒斯坦人清空的一个好机会。所以这场战争真的是会无限的升高啦，那就是说，那会牵动到不只是区域，我想慢慢会牵动到全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平衡。请教赖老师。哈马斯这次是有备而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有生战力保存的比较完善，那都在地底下30公尺以下的这些坑道里面，这些坑道密密麻麻，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目前来讲，他必须要先做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他的情报人员花多少钱都要在所不惜，想办法要用到这个底下的这些地下坑道的工程图因为他如果没有办法获得整个地下坑道的部署的工程图，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坑道通往哪里，然后空间是怎么样。因为以目前这个哈马斯所公布的这些坑道的宽度窄度来看的话，那是有限他愿意公布的是很窄的，所以很窄的，你的部队进入坑道了以后，你根本展不开，你根本就是一条线，所以对方只要一个人或是只要一挺机枪，他就可以封锁住你的阻止你的攻击。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一场战争会非常的惨烈，因为这个坑道已经经营了很久的时间了，而且你已经看到了里面有很多坑道已经不再只是土堆，它是钢筋混凝土了，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惯常用的这些用来运送物资、运送人员、运送炸药，所有的都在经过这些更常用的设备更完善的坑道里面来做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发射几千枚的火箭弹，然后不被发现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它已经从原来的地面转变成为2维空间，地面跟
地底下的2种战争，所以它的兵力的分散、移动、机动、火力的移动、机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会增加以色列攻击的一个难度。那以色列目前来讲，它面临的困难就是到底要怎么打这场战争，这个战争会很惨烈。另外一个部分，拜登为什么要去以色列？拜登去以色列其实态度很明白，就是一定要支持以色列了，而且已经准备好打一场区域的战争。如果他嚇阻不成的话，以色列美军如果最后他的2000个海军陆战队投入战场，跟伊朗的民兵组织直接对战，中东地区的战火一下子就蔓延开来了。好，将军这样我补充一下坑道，我在金门住了4年的坑道，我们的坑道很大，我们坑道有大也有小的。这个坑道这个东西啊很难搞，很难搞。因为什么？对，你地面上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到坑道，它不会先进坑道嘛，所以你完全是兵对兵。对，兵对兵里面坑道又占了一个便宜，里面跟蜘蛛网一样的，你搞不清楚。而且坑道里面还有什么水的坑道，对，加一个摸字形，防烟、防火、防毒，所以坑道里面的花样很多。那你单凭这个特种部队下去搞，要搞很久。我今天担心的不是以色列跟美军的陆战队会干起来，我认为不会。但是这些有钱的阿拉伯国家都会拿钱资助很多的恐怖组织。那你现在911的事情有可能再出来。那这个时候你美国整个的建军备战呢，又要调回以前的反恐。美国一直在抱怨说，我为了反恐花了太多时间、金钱、装备，结果让中国能够崛起。那现在是不是又要掉回头？又来一次。这个是比这个以巴战争还要严重的问题。后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这个。以巴冲突让世界也分裂了。我们先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讲说，这接下来是长期抗战，代价会很高哦。但是以色列的驻英大使也讲说，加萨不存在人道危机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国家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说法也好，感觉上面都是清一色的，大概是这样子想说，这是他们合理的反击哦。那连《华尔街日报》都讲说，现在是哈马斯故意把以色列包装成大屠杀的战争罪犯。那就连英国、德国对于挺哈马斯、挺巴勒斯坦的人哦，他们都讲说，你们那么喜欢那个地方的话，那就干脆把他们驱逐哦，就有这样子比较激烈的一些手段。那加萨有这样的一张图出来，2022年的加萨跟现在的加萨，很明显的这边都已经被炸弹炸的都已经好像被夷为平地了。那伊朗的驻华大使甚至还发布了影片，讲说哇，非常就是惨不忍睹啊，这他说简直像是人间炼狱一般。但现在好消息是哦，这个埃及的援助车已经可以进去这个加萨里头了，所以来自约旦、土耳其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些援助的物资哦，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前往这个加萨南部。但我们看看啊，这个现在加萨的医院真的是非常的紧急啊，每1分钟都会增加1名病患。他说接下来真正的灾难呢，就是未来24小时水跟燃料恐怕都要不够了。不过我们在看到这个社群上面大家在流传有一段影片，阿拉伯的记者竟然被以色列的警察威胁吗？我们来看看。מה אתה בשידור? מה אתה מדווח? מה אתה מדווח? לא מעניין אותי אם אתה בשידור. מדווח מה אומר דובר צה"ל. מה אומר דובר צה"ל? מקווה מאוד שאתם אומרים דברים טובים. הבנת אותי? מקווה מאוד שאתם אומרים דברים טובים וכל החמאס האלה צריכים לשחוט אותם. הבנת אותי? בסדר. כי אם אתם לא תדווחו את האמת, אוי ואבוי לכם. عناصر من الشرط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يحاولون أو يراقبون ما الذي نتحدث وخرج مرة واحدة للصراخ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وللتهديد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تهديد جديد للطواقم الصحفية كما نرى على الشاشة. عنصر من الشرط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يتدخل أثناء مشاركة زميلنا أحمد راوش。
对，就有这样的画面在社群上面，大家都不断在转传哦。另外，我们昨天 TVBS 的新闻哦，因为拜登马上要去到以色列，所以在白宫外头哦，就有犹太人现在来抗议哦。犹太人是站在哪里？他是说以色列政府就是在做种族灭绝，我认得这些行为，我身为一个犹太人，我认得，所以连犹太人自己本身也不赞同以色列用这样子对于平民的一些方法哦，所以很多犹太人都现在纷纷站出来。在14年前，也有一位犹太裔的这个美籍犹太商学者为巴勒斯坦发声。我们来听一下。I don't like and I don't respect the crocodile tears, and I consider nothing more despicable than to use their suffering and their martyrdom to try to justify the torture.The brutalization, the demolition of homes that Israel daily commits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f you had any heart in you, you would be crying for the Palestinians. 所以现在很多人，哪怕是犹太人，他们也愿意为巴勒斯坦的人民来发声哦。那现在王毅会见了这个拉夫罗夫，也说，现在联合国应该要赶紧对以巴冲突采取行动，因为越来越多的恐怖攻击开始复刻出来了。比方说，像是布鲁塞尔就有出现恐攻，导致了2名的这个瑞典民众的丧生，还有法国就有出现了一些袭击案件，甚至还有一些炸弹攻击，越来越多的这种恐怖攻击也开始出现。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我想一下，就是我得到的讯息，我一直在看这些讯息啊。现在在埃及的那个口岸的部分哈，现在以色列不让这些救援物资进去，因为以色列的条件是说，你必须让这些巴勒斯坦人离开，我就让你的救援物资进去。现在还卡在那个地方，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这个交往，因为以色列说你不开放，让这些巴勒斯坦人进入你埃及境内。你这些国际的救援物资我就不让你进来，现在还卡在那个地方。对对，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连救援物资都不让进。对对对，他不让他进去。然后基本上以色列开过几个口岸哈，就几条路啊通道哈，可是大概都是短时间的。有人在那个通道开放的短时间里面就被炸死了，就是以色列军队攻击了。所以现在就是说，现在加萨走廊的北部就是人间炼狱，现在已经是一片瓦砾了。房子全部都垮了，它是整栋就垮下来，然后里面压死的人现在不计其数，现在很难以这个很难以统计啦。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种行为的话，就是说你很难再找到合理化的说明。你说因为你杀了我的人，那事实上的话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就变成很多国家的元首都说了。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报复，对，你如果别人杀你要杀10个，你才觉得满意吗？所以你不能这样做啊，对不对？而且的话，就是说这种国际上来讲的话，你即使是战争的话，你现在你宣布战争了，战争有战争法，然后战场有国际人道法，对，你针对你必须要严格区别平民跟战斗人员。你现在你有这样做这个区隔吗？你炸的都是老百姓的房子啊，对，你有什么理由说今天你今天做这个决定的人，那么国际罪犯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然后都不讲一句话吗？因为这个情况看起来比俄乌战争的战场还恐怖啊，对不对？你现在是最先进的武器，最精准的炸药，你可以分辨这个军人跟平民的，你是毫无目的、无差别的公平。你现在把整个区域都轰平了。刚刚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警察，他现在就是这种心情啊，他觉得别人没有权利生存啊，他不管是谁，他那些人通通没有权利生存。一个世界如果有发展到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世界人类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赖老师。住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是被武装的一股力量叫做哈马斯他们所统治啊，不管这个巴勒斯坦人他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这股武装力量它就是占领了、统治了整个地区，这个是事实。但是住在这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却被以色列关进人类间最大的一个露天监狱里面，这也是事实。所以这群
住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是人类间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之一，他们的人均所得就$600多，他们这一生从出生在这个土地上一直到死亡，他们没有未来，他们是一群最可悲的人。而今天哈马斯跟以色列的冲突，却这一群人要受到这个他们要去承受他们两方的仇恨所带来的苦果，却由这群人来承受。这个一般人一看都觉得不对嘛，没有道理嘛。那问题就在于，目前以色列举国上下都在悲愤、愤怒的情绪中，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问题就在于，还是要回到理性里面来。回到理性，就是来看一看这一群巴勒斯坦人住在加沙地区的，是被你以色列关在里面的，他没有未来的，他是被哈马斯用强制力统治的，结果你今天却在杀害他们，不对吗？好，这样子一直发展下去是不对的一个事情。你要不你就把你的边界打开，让他们也能够移动在他们原本的这个土地上，可是他原本的土地是被你占领了嘛？1967年之后，你的屯垦区占领了很多原本不是属于你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国家的人的。因为目前来讲，各位看看地图，1967年以前的地图跟1967年以后的地图，这个是联合国当初的共同的决议，也就是1967年之后，以色列的任何的占领区都不应该承认这是属于以色列的。结果现在都变成以色列人的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一切都太荒谬，也一切都太不合理，也一切都没有价值了。好，现在也开始发生在英国、德国人身上，只要意见不同的，你就给我滚回去。我在台湾，我也常听到有这么一个偏激、极端、无耻的人说，我跟他的意见不同，就叫我滚回去，滚出去。我都不太懂，我为什么要滚出台湾？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些人多么的偏狭，都是纳粹法西斯他们的思想跟逻辑，发生在英国，发生在德国，也发生在台湾。薛将军，我想这种人呢，通常就叫阿 Q。你看哈，美国那些枪手为什么选学校打幼童？他不敢面对警察嘛，你知道吧？以色列用你们听的这个屯垦呢，不要搞错，不是农民去开发荒地啊，是把巴勒斯坦人房子烧了，人打死了，这个地占为他的屯垦区，这种手段不叫屯垦啊，烧杀掳掠啊，抢地盘嘛。所以这些人很多大家被一个名词 cover 啊，好像我要去跟那个荒地嘛有正当性，不是的，是人家的家园，烧了房子，打死了人，抢了这个地皮。今天这些放狠话的人，我从小看过这种多了，这种俗辣，放狠话比谁都狠，碰到生死的时候比谁都孬，就是这种嘛，就跟美国那种凶手，你干嘛不跟美国警察打，不跟美国军队打，跑到学校里面把他们小孩子打死了，一样的。很多这种搞种族主义的人呢，就是这种货。你像台湾一样，你说你要保卫台湾，你又不参加军队，又不考军校，你又不敢面对，你跑到大陆去做生意，说还拍人家马屁，这种人看不起，你知道吗？这种国家这种人多了，这国家不安全，没人真的挺身而起来捍卫这个国家。所以今天你不要怀疑，我们今天是真的为台湾的安危在讲评论了，什么以美论，你眼看着就把我们要送到火葬场一样，对不对？你看看今天以巴的状况，你还不警惕吗？你认为一片废墟里面有几个活人吗？对不对？你有你的这个以色列坦克车可以摧毁巷战，人家在地底下给你打，都是早就想好了。另外那个什么铁树啊，你不要以为有多厉害，那是雷射，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谢文吉。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
昨天有这个消息出来，让大家听了吓一跳哦。美国的人权斗士被下了封口令，他是这个美国的人权基金会的创办人哈佛森哦，他到立院致辞，然后他讲了一番话，让他听了很傻眼哦。他就说马政府曾要我不要批评中国大陆哦，他说哦。我在马政府时首次来台演讲，演讲前收到通知说切勿批评中国，我就把更多的批评言论加进了讲稿，就是还故意唱反调这样子。然后结果呢，讲了5分钟，这个马英九就离开了。会议结束之后，连马政府派的驾驶也叫我自己搭计程车，回到了饭店，还被通知已经被退房了，房间就早已清空，行李还丢在一边。但我们听得很傻眼，有这种事情我们会没有报道哦，完全没有报道，怎么可能？然后哪间饭店这么过分？赶快讲出来，我们一起帮忙谴责哦。这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超现实哦。但是呢，我们还是好，如果是真的真有其事，赶快把饭店公布出来，我们也可以去查得到，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嘛？那陈建仁讲说，希望马英九能够多听听哈佛森的感受，跟他说有最好的说明。范云这回又活过来了，他跳出来痛骂马英九是台湾民主之耻哦。然后呢，马英九马办的回应也是蛮妙，他说用膝盖想也知道，马英九有可能对外宾讲这种话吗？因为其实马英九对于质疑他的人或者是什么反正愿意挑战他的人，他是更客气的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马英九的个性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哦。所以如果有这么失礼的外交待遇的话，这哈佛森不是早就在第一时间就应该要开一个国际记者会来痛批了吗？因为他就是主张人权基金会，我们台湾这么没有人权，做这么不民主的事情，他应该第一时间就应该要大肆的跟全世界讲了嘛。结果没有啊。那所以马办就讲说，你反而应该为你这个不当的造谣向马英九道歉才对哦。那这个人权基金会简称HRF， 那还是有一点争议哦。过去古巴就谴责中央情报局支持这个 HRF 的行动，因为长期被认为是 CIA 的门面哦，还负责推动针对拉丁美洲的变革进程的一些颠覆行动，甚至2009年曾经参与刺杀玻利维亚总统的行动。那创办人哈佛森也曾经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 CIA 工作过，就是也有这样子来自古巴这边的媒体的一个报道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赖清德好像今年以来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不准医美，他还亲自下令啊，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定调，不准医美，也不要依赖哦。我们来听听。千万唔通让有心人故意发起的怀疑美国的言论，正做社会共识。那安尼食对台湾非常不利，是咱千万唔通袂记。美国伫背后帮忙压制专制独裁国民党，所以台湾的民意才有法度一步一步迈向民主成功的道路。对，今年年初就开始这样讲，所以见到了罗森伯格第3度访台啊，然后我看到有一些绿媒在那边讲说，第一个见的就是赖清德啊，然后赖清德又要跟他聊啊，就说慎防医美论，就是话题都一直在一整年都在讲一个话题啊，就不要医美论哦。那主要是因为美国也有依赖论这样子。那我们看看马英九他去到了美国纽约大学演讲啊，他是讲说反对台湾武器化。有美国人想把台湾变成乌克兰第2哦，部分的美国人意图把台积电当武器，意图把台湾当战场，意图把台湾变成第2个乌克兰。我们当然欢迎美国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哦，但是绝对不欢迎把台湾武器化的思维。那包含了主持人，还有这个纽约大学教授以及在场的师生都频频点头啊。难道纽约大学也疑美吗？就自己本身美国的大学也怀疑美国哦。那我们的现在青年呢，听到这个消息更紧张了，因为志愿役2年超过了7000人离营哦，去年4600多人提前离营，今年1到9月就又有3000人了，哇，这个人数非常之高啊！所以2年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整年哦，就已经有7000人离营了。那换句话说，如果现在这么缺兵的情况下，那就是换成义务役要变成主战兵力吗？所以让大家听了觉得很担忧哦。那国防部讲说，这2年哦，因为不适服退役的人数的确比起平均值2533人高很多。哇，这2年就高出那么多以前大概过去的平均都是2500人哦，去年
4600就已经超出很多，今年就已经光是1到9月就已经超过3000人了。那原因不是很明显吗？就是因为战争嘛，现在大家忧心这个战争嘛。那我们看看，加拿大跟中国之间哦，现在又有一些摩擦，因为加拿大的媒体有讲说，中国大陆危险拦截加拿大的巡逻机相距哦，最近就是大概不到5米哦，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Okay, that's within like 5 meters of the wing. Oh yeah, no, he's yeah, probably 20 feet off our wing, max, maybe 10 feet off our wing. So is this considered an aggressive intercept? Well, so the fact that he's stable, like he's not waggling his wings and all that, yeah, this I think by our definitions this is a level 3, but so this is an abnormal and unusual intercept. 好，所以有这样的画面出来，然后加拿大的防长就讲说，这是一个鲁莽危险的拦截啊。那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是说，当时加方正在监视东海的航道上面是否有船只试图违反对于朝鲜石油禁运的规定哦。那所以他侦察机在8个小时之内被拦截了数次，但是考虑到靠近中国海岸哦，所以加方对最初的拦截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最后一次的遭遇当中，解放军的战机飞到了距离加拿大侦察机不到5米的地方，还发射了多枚的干扰弹哦，所以加方也有这样子相关的报道跟指控。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福建舰跟歼35哦，陆基版的歼35首飞，那出了3个型号要来搭配福建舰，因为歼35的研发进程跟福建舰基本上是平行的。那在福建舰进行这个海试的时候，歼35也会更进一步的技术突破，就是双发先进的这个歼35舰载机跟单发的 F-35C 可能马上就要来了。那福建舰使用的电磁弹射技术在起降的效率上会领先一代，空间也会变大，所以舰载机的数量也会变得更多。那所以这个歼35又领先了一代，所以整体的战力，就是包含了这个战斗机跟这个福建舰都是提升的，所以总战力一定会比起传统的航母更加的完整。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首先我要谈赖清德讲的以美论啊。今天我们在座3个，我从小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军中用的是美式装备。那我参访过美国也10几20次，我自己也在美国参谋大学读书，讲起来应该是亲美派。等到我到了中将阶层，开始接触到军售跟战略问题的时候，我发现美国的高层，美国军人不是不可爱，美国的军人非常 gentleman， 大部分来讲都是好的。但是到了他的国安层次，那就狗屁倒灶，什么事都出来了。为什么要以美呢？你要帮助台湾是这种帮法吗？把我们当个武器来用啊？要当刺猬又不给刺，要我们去围堵中国大陆又不给像样的武器，就是拿我们的人命去换来围堵中国。这种朋友真是宁可不交啊。那我怎么不怀疑你的作为就是这样子嘛？你不要说骗我一个人。介大使在美国大使馆做过，赖教授也在国安单位做过。你越到高层的单位去，最能够看清楚美国的嘴脸。因为他的政客无所不用其极。刚刚你讲的那个人权斗士，那标准是 CIA 派的养的这个人物了。CIA 在全世界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工作，替美国颠覆人家政府。你这个人马英九我们也认识很久了。他连做这种事都不会啊！你叫他做他都不做，这种小动作，叫旅馆里面把他行李丢出来。凡是认识马英九都知道，他跟民进党还要做全民总统，还对人家特别礼遇。我们国民党常常讲，马英九对付敌人比对我们自己人还好。所以你说怎么会对你一个小小的人权斗士搞这么下作的事情呢？而且马英九这么快能查到你在哪个旅馆，叫人家把你行李丢出来嘛？造这个谣啊！你要造谣，也要趁着马英九当时做这个事之后，你把它掀开嘛，对不对？那他这个人权斗士以前服务的单位，我在书店里面买过一本书，叫做《经济的杀手》，就是大学生被美国 CIA 吸收以后，就到中南美洲这些小国家里面去买通他的政府，夺取重要的资产，就搞这个颠覆的事情。对 ，CIA 是里面行为是臭不可闻的，所以这种人出来讲，
你们民进党还拿来运用，用的太晚了一点吧，对不对？你早的时候大家还有点可信，马英九当时做这个事，你举证历历哪个饭店哪一个马英九的司机干过这种事？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造谣也要有点本事了。这个以美论呢，是今天我们看，今天美国对台湾的手法跟对乌克兰有什么两样？啊，你不要怕，你加入北约，结果呢引发了战争，插兵不管。你说把台湾变刺猬岛，啊，来威吓阻中国的打仗，一根像样的刺都不给，给你手榴弹，给你步枪，干嘛？我们是非洲国家啊，拿 AK 步枪打仗的，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事情行为啊，为了要迎合美国，我们兵力不足，就把兵役改成1年，1年365天，有114天在放假，你训练出来部队能打吗？我跟你讲，为什么当初募兵制有它的好处？4年兵呢，对自己的东西很清楚，尤其是机械化。我们用的老战车、老甲车，经常会出现小故障。这个时候你是资深的兵的话，随便保养一下、休息一下就可以投入战场。你要知道，作战的时候，一个报废的战场或者是停开的战场，就是废物一个，就是被打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对资深的兵的需求远超过这种义务役。你说叫他们做海岸守备，那不是炮灰吗？海岸守备就是面对人家的舰炮、飞机、导弹最密集的攻击，人家才能登陆嘛。那当海岸守备不是注定是炮灰吗？所以这种手法只是为了拍美国人的马屁，迎合他的主张，台湾要多花人力、多花城镇作战来消耗中国。这种居心很恶毒啊！我们是拿人命来换的。为什么很多4年兵要退我？我为谁作战？为你美国利益作战，我死划不划得来？为中华民国牺牲奋斗是应该的。如果是为美国这个围堵中国的利益，你来当炮灰，你干吗？换我也不干了。好，我们来问季老师。这个整个事情啊，什么这个哈佛生啊，都没有听他讲话。我没有听到他自己出来讲这件事啊，全部都是范云讲的。范云帮哈佛生，他是哈佛生的，哈佛生他自己出来讲嘛，搞不好他知道这件事，他跟范云说：“你给我闭嘴啊，你不要胡扯啊。”是范云一个人在那边讲的，哈佛生没讲一句话。他说我听哈佛生，他借着哈佛生来干嘛？来打击，就是在这个选情里面，他想立功，他想跟赖清德将来求一个官位。他是立功心切。范云是什么人啊？范云是选出来选民意代表，从来选不上的，从来都选不上的。然后呢，最后蔡英文给他一个什么不分区，一点民意基础都没有，天天就出这种事。我记得范云最清楚的啊，我们在防疫的时候，他搞一个施压。让这个做这个所谓的那时候机组人员啊，把那个防疫搞成一个大破口，造成我们整个那个机场的那边开始，这个机场的那个防疫医院开始变成这个疫情大蔓延，死了多少人啊？是不是他害的呢？他出来负责了吗？对不对？他号称自己重视人权，台湾每一次蔡英文在强害人权的时候，出现人权议题的时候，他出来讲过一句话吗？那这个根本就是胡扯八道嘛！范云是什么人？今天叫他把这个叫什么哈佛生一找出来对质，哈佛生又讲这句话，我就再来说。那这件事整个来讲，最可悲的是这个陈建仁，我们已经忘记了他到底干什么的啊？他就是垃圾时间垫档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什么？一个那种不要第几流的咖，本来还让人家觉得他还有一点点好尊严，也在那边跟着叫什么啊？对不对？马英九会干这种事吗？然后你听那个话里面都是他说马英九政府时首次来台演讲，马英九政府时一共多久呢？马英九在任8年，第一个谁邀请他来的？你讲出来嘛？是马英九邀请你来的吗？对不对？什么马政府还给他安排了驾驶？请他自己搭政计程车，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离谱，那更不要讲马英九什么时候他脸红脖子出过，什么时候这不是马英九我们认识他的风格。马英九基本上就是一个君子，
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而且他会去跟你这个什么哈佛生去计较这些事情啊。你哈佛生是什么料啊？我跟你讲，这从头到尾就是什么？范云想搞一个什么类似当时王立强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翻版。他现在把这个 CIA 也扯进来，我告诉你，美国人可没那么好惹了。你一样这样消费哈佛生，你以为就没事啊？我们现在请哈佛生出来自己讲话，范云不要在那边在那边怎么样？这个欺瞒造假，造谣，完全是造谣。然后居然这个电党的这个什么陈建仁也出来在那边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水平，有没有水准啊？你讲别的人家还相信，你讲你民进党我每个都相信，你讲马英九没有人会相信的。好，来老师，民进党控制的立法院，范云现在已经因为当了不分区，所以离开了他原来所属的政党，投报了民进党。林昶佐也是如此啊，投报了，投还送报给民进党。那在台湾现在选举已经快到最后的关头的时候，由民进党控制的立法院，民进党花的人民的纳税钱，去邀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被公认是 CIA 的外围组织，专门用来去颠覆其他小国的一个组织。不是真正的 NGO， 是由政府 sponsor， 美国政府 sponsor 给予赞助的 NGO， 所以是非 NGO 的 NGO 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人员，跑来台湾去骂我们的前总统。第一个，政治操作很明显，太清楚了。第二个，你民进党的怎么可以用人民的纳税钱？在我们的立法院找一个外国人，而且找一个外国人的情报组织的一个人跑来台湾去骂我们的前总统，可以这样做吗？然后这些人就跟着叫骂，然后骂到最后，陈建仁也下来参一咖，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嘴脸，民进党的操作手法。可是我觉得广大的台湾的民众都很清楚知道。民进党只会玩这一招，尤其越到选举的时候，只会玩这一招，完全是在玩政治手段。坦白说，可耻、可恨、可悲。这个美国人拿了一点钱，不过他是委内瑞拉的啦，委内瑞拉出生的，委内瑞拉裔的美国人，拿了一点钱到台湾来，就满足民进党的需求。他满足民进党的需求那是不是当初马英九没有给他钱，所以他不能满足他所指控的马英九的需求？是不是这样？讲清楚有没有收钱？你上次来演讲有没有收钱？这次来演讲有没有收钱？给大家讲清楚。我觉得应该要讲清楚。最后一个，我再讲一下加拿大。加拿大，你的国家很远呢。如果说在这个空域假设说跟朝鲜有敌对的。还有韩国还有日本还有美国在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轮得到你加拿大人跑来这里耀武扬威你跑来这边耀武扬威，被人家赶，刚刚好而已嘛，而且应该赶得更用力一点那才刚刚好而已嘛。既然这么怕死，怕了就要叫，何必嘛？这么丢脸干什么呢？勇武一点，赶来就勇武一点，掉到海里面就游泳。游上岸，然后再把你送回去，勇武一点，不要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观众们回来。